跟老公异地，整整1年没见后，我在商场碰到他公司同事。恭喜嫂子，喜得2胎爱女。我晴天霹雳怔住，他没发现我脸色的异常，继续说：周末我一定去参加宝宝的满月宴。说话间，他晃了下手里金边红底的请帖，这请帖设计的好用心啊，真好看。我挤出一抹笑容，故作平静从他手里拿过请帖看，在父亲一栏看到我老公沈旭洲的名字，母亲一栏周文文。这个女人我并不认识。我默默记下酒店地址后，把请帖还给对方。谢谢，我们周末见。周末，我来到请帖上的酒店地址，热闹的现场，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怀里抱着满月的女婴在门口迎客，笑着跟我打招呼。您是我爱人的同事吧？他单位美女真多，快到里面坐。我心里翻涌起骇浪，看了眼他怀里的女婴很白净，眉眼里有几分沈旭洲的影子。我面无表情问：沈旭洲呢？在现场并没有看到他的影子，倒是看到了几个沈旭洲家眼熟的亲戚。我跟沈旭洲家的亲戚只在7年前的婚礼上见过一面，但我记忆好，记住了几个有特色的长辈亲戚。没想到沈旭洲大胆到这个地步，在亲戚面前公开私生女。旭洲去接我公婆了，一会儿就回来。我心底又是一惊，像破了个洞般，疼得让人窒息。2天前公婆跟我说，他们报了一个老年旅游团，要出去旅游半个月，我怕他俩退休金不够用，还特转给婆婆8000旅游基金。这几年二老身体一直不好，常年药罐子，从没旅游过。他们说出去散散心，我很支持。这些年我一直把他们当亲生父母孝敬，人前人后他们也都夸我贤惠孝顺，是难得的好儿媳。没想到他们跟沈旭洲一样把我当傻子骗。周文文并没有发现我眼底翻涌的情绪，我被他带到沈旭洲同事那片去，刚凑近，一个男人就对周文文艳羡：真羡慕老沈，不光老婆漂亮，生的女儿更漂亮。男男女女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附和。文文，你真是赌对了，当初你离职回归家庭，我还有点担心呢。6年多过去了，你跟老沈还是这么幸福，现在又有了爱情结晶，我真为你们高兴。我的手攥成了拳头，指甲深入掌心，才知道我跟沈旭洲的婚姻不过7年，而他跟周文文出轨6年多了。更可笑的是，这漫长的7年，我竟然一无所知。哪怕是今天早上，他还像往常那样给我发了一个早安吻，说一句：老婆，我又想你了。这7年来，我们夫妻感情很好，他从没对我发过脾气，工资2万，自己只留1000零花钱，其他的全部给我。每年的年终奖都给我买金镯子，光是家里的金首饰我都攒了不少钱。1年前，他跟我商量说，外派在外地工作，每个月工资可以涨5000块。咱们得为了儿子以后打算，将来儿子上大学、结婚、彩礼、房子都要钱，我想多赚点，为我们的儿子攒钱。深思熟虑下，我同意他外派到千里之外的城市。现在才发现，他就像黑夜，让我彻底看不清他。老沈多好啊，这几年年年销冠，底薪都2万了，每个月提成拿到手软，又能赚钱，对老婆又好，真是难得的好男人。我才知道，原来他告诉我的工资一直是底薪，而他的提成用来养外面的家了。周文文脸上洋溢着笑容，又有人羡慕道：时间过得真快啊！6年前参加你们的婚礼，转眼6年过去了，你们孩子都生了。原来他们连婚礼都大张旗鼓的办了，而我跟沈旭洲结婚时是回他的农村老家简单办的喜宴，他并没有请同事。我站在人群里慢慢听着，属于我老公不为人知的秘密。文文，你御夫有术，教教我，老沈怎么这么听你的话，对你这么好？我也多了几分好奇，不动声色地看了眼周文文一眼，她笑容里满是幸福的韵味，一点柴米油盐的忧愁都没有。是旭洲本身就很好，我能遇到他是我的福气，夫妻之间要相互理解。你要是怕他有异心，就把钱攥手里。旭洲是把工资都给我的，每个月身上就留1000烟钱，每年的年终奖都给我买大金镯子了。男人的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嘛。我碎得不成样子的心又遭一击，他的年终奖都给周文文买金镯子了，那给我买的是什么？情绪像海啸一样冲到我喉咙，他们热火朝天地聊着，丝毫没发现我像座冰山一言不发，格格不入地干杵着。周文文电话响了，他笑着说：旭洲给我打电话了。说话间，他随手把孩子放我怀里，帮我抱一下。我怔了下，像团棉花的女婴就这么安静地躺在我怀里，她睁着亮晶晶的眼睛，不哭不闹。我情绪复杂地看着她，即使几度要崩溃，但看着这个柔软的小家伙，我还是把情绪压了下去。周文文就在我旁边，电话里沈旭洲的声音清晰传来：老婆，你才出月子，千万别累着，我接到爸妈了，路上有点堵，你别着急啊。我不累的，你慢慢开车，千万别着急。他电话刚挂，引来一群人的羡慕。你们感情真是太好了，在公司里他每个小时都要给你发信息。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感情居然一点都没淡，反而越来越浓。老沈就怕你跑一样，一会儿给你打一个电话。文文，你真是找到好男人了，就算全天下的男人背叛，老沈绝对不会。我自以为沈旭洲对我很上心，每天都会打一个电话，发一条信息，尽管通话时间都不长，基本1分钟内结束，但我从没怀疑过他有异心。工作、家庭、孩子，所有大小事把我的时间占满。他工作也很忙，
每次给我打电话时间都很短。没想到他把事无巨细的生活都分享了跟另外一个女人。我抱着孩子找了个空位坐下，意外发现孩子的脖子上戴着一条定制的金首饰，坠子是凤凰。我一眼认出这首饰是7年前我刚查出怀龙凤胎，我妈去金店定制一对龙凤呈祥的金首饰，并千里跋涉去普陀山跪拜祈福度过光。可是天不遂人愿，生产时出意外，只保住了儿子。我悲痛欲绝，子宫也伤了，无法再二胎。那对龙凤金首饰，带龙的那个，我儿子从小到大戴在手上；带凤的那个，我小心翼翼保存在家里的保险箱里。每当我想起那个没能出生的孩子，都会握着那个首饰，泣不成声哭很久。我手颤抖了2下，摸着上面栩栩如生的凤凰图案，轻轻翻转，后面清晰印了3个字：沈一欢。这是当初我查了几个月的字典，为我们那没出生女儿起的名字，希望她一生欢喜。我女儿叫沈一欢，徐州起的名字。周文文微笑走来，坐在我身边。这首饰也是徐州特地定制的，你不知道，她可喜欢女儿了。我的心裂得细细碎碎，我故作镇定。她对你真好。你应该是刚进公司没多久的吧？以前的老员工我都认识，后来离职了。听徐州说进了不少新员工。我违心的了声。公司待遇挺好的，就是老是要出差。徐州也就最近1年没出差，之前总是出差，1个月都见不了面。好在现在熬出来了。我唇边扬起淡淡苦涩的笑意。是啊，沈旭洲在没被外派异地1年时，每个月都要出差半个月左右。我心疼他每个月都要在不同城市周转，家里所有大小事，我从不让他操心，甚至公婆生病、住院、陪护等等，我也从没让他管过。哪怕是这几年我们夫妻生活日渐减少，我也没埋怨过。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出差，而是在照顾另外一个家。周文文没有接孩子的意思，时不时起身接待亲朋好友。他看着孩子在我怀里安静的不哭不闹，惊奇道：我女儿很喜欢你，我让朋友帮我抱，他们一抱就哭。你看，你抱我女儿这么久了都没哭，真神奇。可能因为我也有孩子，抱出经验了。那辛苦你帮我抱下，我先招待下那边新来的客人。我点了下头，他放心去接待客人。我看着宴会中间挂着的一条很大的横幅，写着祝贺沈旭洲和周文文夫妇俩的爱女沈一欢百日宴快乐，身体里像被灌满了玻璃渣。我儿子并没有满月宴，当时一家人都沉浸在失去另外一个孩子的痛苦中。沈旭洲提出不办满月宴，我爸妈不同意，觉得满月宴是对孩子来说是大事，但他还是执意不办，理由就是失去女儿很痛苦。如今他有女儿了，可以欢快的办满月宴了，只有我还记得那个没能出生的女儿。突然婆婆给我打电话，我没犹豫摁了接通键。静慧，我给你发信息，你没看到吗？没有。你是不是在菜市场买菜啊？你那边有点吵，看一下我给你发的信息。听不清你说什么，你微信回我信息。他把电话挂了，我打开微信，看到20分钟前他给我发信息：静慧，老家有个亲戚儿牺牲孩子了，我得转个红包回去，我身上钱不够，你再给我转2万，这些都是人情，礼尚往来的不能不给。我握着手机的指腹泛白，气血翻涌。他们一家不光把我当傻子骗，还要我当冤大头拿钱给私生女包红包。我气急反笑，并没有回婆婆信息，她又发信息来催：你快转啊，礼数上不能做不周到，我们沈家不能失礼于人。我还是没回，等着她来现场。没一会，婆婆信息再次弹出，她埋怨我一直认为你是识大体的，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算了，这个钱你不给，我自己想办法。我唇边泛起讥讽的冷笑，什么我拿你当亲女儿？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媳妇，我们沈家真是修了8辈子的福，娶到你这么好的儿媳，全是骗我的笑话。周文文回来时正在接电话，我清晰听到话筒里传来沈旭洲声音：老婆，妈又给我们宝贝准备了个金首饰。不用买，我们宝宝首饰够多的了。沈旭洲特地补充：这个金首饰不一样，是带龙的，在普陀山祈福开过光的，意义不一样，这可不是普通的金首饰。我血脉翻涌，几度气到要发作。2天前儿子去参加夏令营，出发时婆婆让他把金首饰摘掉，避免弄丢。儿子摘下后，首饰就随手给婆婆保管了。没想到他现在要用我儿子护身首饰送给沈旭洲的私生女。周文文甜甜一笑：那帮我谢谢妈，她太有心了。谢什么？这是我当奶奶该做的。你给我生了宝贝大孙女儿，我该谢你呢。我们马上就到了，辛苦你招待客人啦。刚挂了电话，周文文伸手想抱走孩子，就又看到不远处来了新的客人，又忙去招待。我一直抱着他们的私生女，这个孩子在我怀里出奇的安静。我默默看着他，自嘲地对他说了声：你的满月宴会让所有人终生难忘。终于在人群中，我听到了沈旭洲一家姗姗来迟的声音。我抱着他的私生女走上舞台的位置，在他问周文文：老婆，我们的宝宝呢？我拿着话筒，声音像冰一样穿彻全场：老公，你的野种在我怀里呢。现场瞬间鸦雀无声1秒，所有目光看向台上的我，很快引起了轩然大波。宾客的议论声像沸腾的开水。沈旭洲如五雷轰顶，盯着台上的我的公婆脸色更难看。周文文晴天霹雳的懵了，但还是下意识选择相信沈旭洲。
这位姐姐，你跟旭州是有什么矛盾吗？咱们可以好好沟通。你先把孩子给我好吗？我冰冷的脸，锐利的眼神吓到了他，他小心翼翼伸出手，让我把孩子给他，生怕我情绪激动伤了他的孩子。我并没有把孩子还给他，而是告诉他，我是他结婚7年的妻子，我们有一个6岁的儿子。你说我跟他之间有矛盾吗？周文文脸色煞白，腿软的后退一步，他难以置信的同时，眼泪像直线般掉落。这怎么可能？老公，你说我们结婚几年了？我把这个问题刻意抛给沈旭州，那声老公被我叫得极其讥讽，所有人的目光像烈火般烤向沈旭州，他难堪的脸红到了脖子，心虚的干杵在原地。人群中不停传来声音，我一直以为沈旭州2婚了，弄半天没离婚啊。到底谁才是老沈媳妇儿啊？怎么一下出来2个老婆？难怪台上的那个女人刚才一直不说话，我早就发现她脸色不对了。我看向同样颜面涂地难堪的公婆，故意道：爸妈，你们说谁是你们的儿媳妇？周文文也紧紧盯着公婆和沈旭州，公婆把头低下，并没有回这个问题。沈旭州像是被刀子架在脖子上，一步一步艰难走上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他到底谁是3？沈旭州愧疚哄他：你先别激动，我会慢慢跟你解释。周文文不依不饶，执意问：我让你现在就说。他带着婚戒的手指向我，人都闹到宝宝的满月宴上来了，这个事必须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不管我是3还是他是3，我们都是被你欺骗的，都是受害者。我认得这款，当初跟沈旭州结婚时，一眼就喜欢上这款，但考虑到要18000多，太贵，最后我选了个1800的金戒指。那时沈旭州心疼的红了眼眶，对我承诺，以后有能力肯定给我补这款。他是有能力了，但戒指也戴在了别的女人手上。沈旭州抬眸看向我，他眼底各种复杂的情绪聚集在一起，羞愧难当，嘴唇艰难地动了动。对不起，先别闹了，我们回家说好吗？他声音很小，只有我们3个人能听到。我恨得牙痒痒，故意问：老公，你说什么？我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到每个人耳里。是说回家吗？是回哪个家？是回我跟你的家，还是回你跟周文文的家？他更羞愧了，难以面对我，往前走了一步，伸手要拿我话筒。求你了，别闹。我往后退了一步，手臂躲开，并没有让他拿走我的话筒。回答我，你有几个家？谁是你的老婆？你今天在这里干什么？周文文情绪激动凑上来，扯着他胳膊逼问：说啊！沈旭州被逼得不得不回：你是我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出轨。台下一片哗然，周文文崩溃大哭，不停捶打他。那我算什么？沈旭州，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他突然想起什么，紧紧抓住沈旭州胳膊问：不对，我们有结婚证的，我是你明媒正娶的。沈旭州没敢抬头看他，不得不承认结婚证是假的。周文文腿软瘫坐在地上，哭声连人心魄。他撕心裂肺质问沈旭州：假的？你给我彩礼，给我婚礼，为我爸妈披麻戴孝，现在我们连孩子都有了，你跟我说是假的？沈旭州，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沈旭州自知有愧，站在我跟周文文中间，进退两难。我跟周文文说：他对你比对我好，他每个月工资只给我19000底薪，剩下的提成都给你了，每年给你买真的黄金镯子，给我买的是假的，跟我说外派到异地工作也是假的，现在光明正大跟你同居，做你的老公。我轻轻拿起他女儿脖子上的黄金首饰。你知道这个首饰是怎么来的吗？他一脸茫然，等着我告诉他。7年前，我为沈旭州怀了一对龙凤胎，我妈去金店定制了一对龙凤呈祥的金首饰，不光在后面刻了名字沈一欢，还去普陀山拜佛度光。对了，你女儿的名字原本是我取给我那没出生的女儿，我没想到她会把我女儿的东西给你女儿。说到这，我几度哽咽，想到那个失去的孩子，我还是会钻心的疼。我看向处在人群中央的公婆，我的好婆婆居然还要把我儿子现在戴的那个首饰送给这个没名没分的孙女。我的心寒成了一寸寸冰，多年的付出，在婆家得到这样的背刺，无异于扼住我的喉咙，要了我半条命。婚姻7年，我是怎么对你们的？你们口口声声说把我当亲女儿疼，就是这么疼的。7年了，你们二老大大小小进了多少次医院，床前床后都是伺候，就连婆婆，您的内衣袜子都是我给你手洗的，一洗就是7年。自从我进了沈家的门，你没下过一次厨房。前2天你说你要去旅游，我还给你转了8000做旅游基金。我对你们就像对亲生父母，你呢？你们是怎么对我的？是怎么对你们唯一的孙子的？婆婆被我公然点名，难堪的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围观宾客的议论声把他们二老老脸说的一点都不剩。真没想到，男的渣就算了，还有父母纵容儿子出轨养小三的。真是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真是白养了。这么好的儿媳不知道珍惜，这样的家庭谁敬谁倒霉。沈旭州再次走近我，他眼眶红了一圈，紧紧抱住我，声音哽咽，哭腔浓重。静慧，对不起，是我混蛋，辛苦你了，我不会再犯错了，原谅我这一次，是我太混账了。我被他抱着，哭着哭着就含心冷笑。周文文看着他抱我认错，哭着哭着也含心发笑。他从地上爬起来，扯沈旭州胳膊，将我们分开，用尽全身力气扇沈旭州一巴掌。那我呢？
你怎么对我交代？你这个混蛋！他险些再次摔倒，整个人颤抖，摇摇晃晃，哭花了精致的妆容。沈旭洲愧疚表态：对不起，是我欺骗了你，也是我耽误了你，你会遇到更好的人，而不是我这样的烂人。我笑了，原来他也知道他是烂人。周文文癫狂大笑：烂人，烂人！沈旭洲没给他多余的眼神，看向我，再次红了眼眶。老婆，我们回家好吗？我看了眼怀里开始哭闹的女婴，问她：她呢？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个女儿，如果你愿意养，我们就留在身边。周文文心痛到站不稳，跌跌撞撞冲到我面前时已经跪下。女人原本像葡萄一样亮晶晶的眼睛，现在溢满了泪水。她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姐，我求你把我的孩子给我。她小心翼翼伸出双手接孩子，还是生怕惹恼了我，会伤到她孩子。我不跟你抢，老公，我把他还给你。她哭得泣不成声。我的孩子不能给你们，我没有做小三，我真的不知道他有家庭，求求姐姐把孩子还给我。她也是受害者，我本就不怪她。看她在我面前为了孩子如此卑微，身为母亲我是能动容的。我动手拆孩子脖子上的金首饰，她生怕我弄疼孩子，紧张的想提醒我轻点，却又不敢。放心吧，我不会弄疼他，我要是想伤他，不会等到现在。说话间，我已经把首饰从孩子手上摘下，孩子哼哼唧唧的，大概是饿了。他心疼求我：宝宝饿了，我给他喂奶，你把他给我好吗？我需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你放心，你的孩子我不跟你抢，我有我自己的孩子。他点头，似乎我问什么他只要知道都会知无不言。从你们在一起，包括结婚彩礼，沈旭洲给了你多少钱？他没有犹豫，对视上我的眼睛回：彩礼他给了我18万，买了5金大概花了15万。结婚后他每个月给我3到5万不等，每年用年终奖给我买镯子，一共给了差不多230万，黄金首饰大概30万。跟他结婚后我就没上班了，我真的不知道他结婚了。我知道你会起诉要回他给我花的每一分钱，所以我不会骗你。我多了些冷静，问他：这个钱我要你还，你还吗？他没犹豫点头答应。嗨，你把卡号给我，我现在就给你转。我很意外他这么爽快，我掏出手机把账号展示给他看。周文文没有犹豫，立马掏出手机转账，没到1分钟260万到账。钱我还你了，男人我也还你，我只要我的孩子，可以把他还我吗？我的心被他一点一点软化，他跟我一样，这几年可悲又可笑。我走过去扶起他，把孩子轻轻放他怀里。这是你的孩子，没人可以跟你抢。他紧紧抱着孩子，生怕会被抢走，也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接着跟他说：钱我要，男人我也不要。他吃惊地怔了下，话落，我从现场大步离开。沈旭洲没犹豫，立马跟上追我，回到我们住了7年的家。客厅的墙上挂着全家福，以前下班回来看到墙上的全家福，心里会暖洋洋的，现在却像把刀在剜我的心。沈旭洲靠近我，伸手搂我，态度诚恳道歉：没有下次了，就这一次。我抵触打开他胳膊：别碰我！声音很大，吼得我头和嗓子震疼，胃里翻涌着恶心。自从知道他跟周文文出轨了6年多，我就觉得他像下水道的蛆一样恶心。沈旭洲不敢再靠近我，一个劲的哀求我原谅。老婆对不起，我真的是一时鬼迷心窍，我保证一定会跟他断了，以后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过日子，好不好？公婆回来了，婆婆脸上带着些许歉意，沉闷道：静慧，我知道这个是对你伤害挺大的，我也没办法，外面那个孩子毕竟是旭洲的，我希望你别纠结这事，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吧。公公说：这个事今天已经闹开了，以后就别提了，好好过日子。他们说的轻飘飘的，仿佛我不原谅不接受就是我的问题。我冷冷地逆着沈旭洲，无比坚定通知他：这个婚必须得离。沈旭洲，你让我恶心。他无奈地红了眼。那你说怎么才可以原谅我？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愿意为了你去做。我心底恨意翻涌，脱口而出：那你去死，去死！我崩溃，吼声破音。沈旭洲僵住，他从眼底只看到厌恶、仇恨，也终于明白我不可能原谅他。我回了卧室，把自己反锁在内，靠在门上，看到卧室墙上沈旭洲笑着从身后搂我的婚纱照，1秒都忍不了，穿着鞋踩在被子上，把婚纱照取下。沈旭洲那边脸用剪刀戳了无数个洞，曾经爱得有多深，恨就有多浓，在此刻深深将我的心割裂。门外不断传来沈旭洲哄我的话。冷静下来，我开始收我的个人物品，给律师发信息，表明我要离婚。从沈家离开时，我向婆婆要回了我儿子的金首饰。沈旭洲没拦住我，在我走到门口时，他突然跪在我面前，紧紧握着我的手，卑微哀求：我真的知道错了，看在儿子的面子上，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求你了。我用力抽出手，他的卑微、下跪、眼泪，在我眼里通通全是鳄鱼的眼泪。我成全你和周文文，对你来说，这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以后不用偷偷摸摸夹在2个女人中间了。他再次握住我的手，红透的眸子满是虔诚的悔改之意。我不想失去这个家，不想失去你，在我心里你很重要，我真的会跟他断干净。我讥讽冷笑，抽出手狠狠给了他一巴掌。沈旭洲，你真让人恶心，真正的在乎是不会伤害另外一半，
他脸上浮现巴掌印，僵在原地。我摔门而去，来到另外一处房子。这套房子是婚后买的，沈旭洲给我的钱，我基本没花都存着了。我每个月七七八八加起来也有2万左右的工资。前几年贷款买的这房子，去年已经还清了贷款。我们打算把这套房子留给儿子，现在成了我跟儿子以后的家。第二天，我才发现办公的笔记本电脑落在之前那个家。回来拿电脑时，意外在门口听到婆婆劝沈旭洲，静慧是不会回来跟你过日子了，离了也好。文文那孩子比他脾气好，文文又没了父母，手里还握着那么多拆迁款。他父母估计给他留了上千万的拆迁款和房产，你跟他结婚以后，这些都是你的。公公附和，静慧就那点工资，性子还强势，你跟文文过，那就是吃绝户的好处。沈旭洲声音无精打采，要是静慧坚持要离婚，我只能这样了。我唇边泛起讥讽的弧度，心寒的彻底，没什么情绪波动。我让律师跟沈旭洲谈了离婚条件，2套房子，我们1人1套，儿子的抚养权归我，家里的财产也归我。他给我发了很多求和信息，我都没回。见我决议已定，他答应离婚。1个月后，我们领了离婚证。周文文在我们离婚后的第2天来找我，他跟我一样，整整1个月，2人都消瘦了一圈。这段三角恋，我们同样深受重创。面对面坐着，他姿态还是有些低，小心翼翼试探。沈旭洲说你们离婚了？对，离了，抚养权归我。我语气如常，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他唇角挤出一抹笑容。对不起啊，伤害到你了。我意外他的再次道歉，明明他也是受害者。不怪你，是沈旭洲的错，错的不是我们。我顿了下，终究是于心不忍，好心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沈旭洲继续在一起，在你做决定前，我希望你能听听这段录音。我打开手机，点开录音播放，放在他面前。第一道声音就是钱婆婆的：静慧是不会回来跟你过日子了，离了也好。文文那孩子比他脾气好，文文又没了父母，手里还握着那么多拆迁款，他父母估计给他留了上千万的拆迁款和房产，你跟他结婚以后，这些都是你的。公公附和，静慧就那点工资，性子还强势，你跟文文过，那就是吃绝户的好处。接着是沈旭洲表态，要是静慧坚持要离婚，我只能这样了。录音播完，我收回手机。周文文大为受伤，自嘲地笑了笑，原来我是他退而求次的选择，也怒了起来，一家子都不是人的玩意。我真诚道，我们都是受害者，我希望我从泥潭里出来了，你不要陷进去，以后我们各自珍重。周文文眼里多了几分感动，谢谢你，真的很感谢。我微微一笑，姐姐，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是沈旭洲不配，当然他也配不上我。他的笑容也多了几分自然，朝我伸出手，重新认识下，我叫周文文。我只顿了1秒，便伸出手握住她。江静慧，从彼此的眼神里，我能看出，我们都认为对方是理智有力量的女性。在这场三角恋里，我们没有为了一个烂男人抢得死去活来，我们都选择丢弃这个罪魁祸首的垃圾。听说沈旭洲也像舔狗一样求周文文复合，求了2个月，周文文不但没动摇，反而对他更厌恶了。沈旭洲不光竹篮打水一场空，就连工作也受到影响。他一向在公司维持好男人、好老公的人设，突然崩塌，要面子的他受不了公司同事异样的眼神和流言蜚语，没多久便选择主动离职。离职后，他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水平比之前降低了1半。周文文那边求和无果后，他又厚着脸皮来求我，都拿看儿子的借口。儿子自从知道他出轨生私生女后，对他的态度很差，基本不见他。前公婆也来找过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希望我再回到那个家。自从我走后，没人照顾他们的衣食起居，生病了也没人陪他们去医院。节俭的他们舍不得花钱请保姆，终于意识到我的重要性，尤其是婆婆哭得肝肠寸断求我。咱们婆媳一场是有感情基础的，之前的事都是我们做的不对，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最好的儿媳，以后我真的会把你们当亲闺女疼。静慧，咱们还做一家人好吗？我冷若冰霜地看着他，揭开他虚伪的面纱。你只不过是想我回去继续做免费保姆而已，你们这辈子都不配得到善终。后来他跟沈旭洲不是纠缠我就是纠缠周文文，直到他们发现我跟周文文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儿子和他女儿这对同父异母的亲兄妹相处的也很愉快时，沈旭洲才知道我们联盟了，这辈子他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谁都得不到。而我和周文文在后来都开启了新的生活，都找到了合适且给我们幸福的人。离婚后的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清水，我守着儿子，守着自己挣下的房子与存款，工作稳步上升。周文文也成了我最踏实的朋友，我们2个被同一个男人欺骗伤害的女人，互相扶持，慢慢把日子过回正轨。我以为沈家那一家子烂人已经彻底滚出我的人生，我还是太天真，人性之恶从来不会因为你的退让而消失。那天下午，我刚从公司开完会，快递员打电话让我下楼取件，我以为是给儿子买的绘本，拆开的瞬间，一张法院传票直直砸进眼里。原告沈旭洲，被告江静慧，案由离婚后财产纠纷、抚养权变更纠纷。指尖瞬间冰凉，我站在小区楼下，风刮得脸疼，一字一句把起诉状看完，
气得浑身发抖。沈旭洲在诉状里颠倒黑白，编造的滴水不漏，说我们婚姻存续期间，为了家庭开支、赡养老人，他工作周转，欠下180万婚内共同债务。他附了一叠厚厚的借条，借款人全是他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酒肉朋友，日期全写在我们离婚之前。他的诉求更是无耻到极致，一我承担一半债务，立刻支付他90万；二重新分割财产，把我名下那套全款还清，留给儿子的房子分他一半；三变更儿子抚养权，说我性格偏激，情绪不稳，无法抚养孩子。我气急反笑，笑到眼眶发酸。7年婚姻，我勤俭持家，他每月交回来的钱我一分没乱花，全存着买房、养孩子，给他父母看病。他在外偷偷养女人6年，转移财产上百万，我没跟他清算旧账。如今他失业落魄，负债累累，不想着悔改，反倒把主意打到我和儿子头上，伪造债务，抢夺抚养权，讹诈钱财，真是刷新了人类无耻的底线。我立刻给律师打去电话，语气冷得像冰。他起诉我伪造债务，要抢我儿子。律师看完材料，很快回电：借条全是近期伪造的，纸张、墨迹、落款全是破绽，但他铁了心闹，我们必须拿出铁证，一击致命。我刚挂电话，周文文的视频就打了过来，她脸色发白，声音发紧：金慧姐，沈旭洲给我打电话了，他疯了，说要把你告到底，把你手里的钱全榨干，他还说要把小宝抢过去。我心头一暖又一沉，这个同样被欺骗6年的女人，自己的伤口还没愈合，却第一时间惦记着我和孩子。我收到传票了。我尽量让声音平稳。他伪造了180万债务。周文文在那头猛地吸气，随即咬牙：我有证据，他当年转给我的260万，完整银行流水，一笔一笔，全是你们婚内共同财产。我现在就打压缩包发给你，法庭上我亲自出庭作证。10分钟后，文件发到我微信，打开的瞬间，密密麻麻的转账记录铺满屏幕，每月3万、5万，大额彩礼、首饰款、生孩子红包，6年时间，整整260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一笔都是沈旭洲背着我掏空家庭去养外面的家。我把流水交给律师，律师只看了一眼，便冷笑：有了这个，他不仅1分钱讹不到，还要因为恶意诉讼、伪造证据、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付出代价。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儿子熟睡的小脸，指尖冰凉。沈旭洲，你既然非要往死路上撞，那我就亲手送你一程。开庭那天，天气阴沉，我提前到了法庭，沈旭洲紧随其后。不过半年不见，他彻底垮了，头发油腻凌乱，眼窝深陷，脸色蜡黄，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外套，浑身散发着落魄与戾气。失业、负债、被人追债，早已把他当年那副好老公、好爸爸的伪装撕得粉碎。看到我，他眼神里没有半分愧疚，只有怨毒。庭审开始，对方律师声泪俱下，把沈旭洲塑造成一个被妻子抛弃、走投无路的可怜男人，把那叠伪造借条举得高高的，控诉我独占财产，无情无义。我全程面无表情。轮到我方律师举证，他平静地将周文文提供的260万转账流水投放到法庭大屏幕上，一瞬间，全场死寂。律师声音清晰有力，不带一丝情绪：原告沈旭洲在与被告江静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持续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总额高达260万元，全部转给婚外第三者周文文。原告所称180万共同债务，经核实，所有借条均为离婚后伪造，无任何真实交付，无银行流水，无实际用途。原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证据，恶意诉讼，企图侵占被告合法财产，并抢夺婚生子抚养权。根据民法典规定，原告应不分财产，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与精神损害赔偿。大屏幕上，流水明细刺眼无比，沈旭洲的脸由红转白，由白转青，浑身剧烈颤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周文文作为证人出庭，她站在庭中央，眼神冰冷地看向沈旭洲，一字一句掷地有声：我与沈旭洲交往6年，他一直谎称单身，这260万是他以结婚、养家、养孩子的名义转给我，直到孩子满月宴，我才知道他有妻子、有家庭。这笔钱我已全额返还给江静慧女士。沈旭洲所述债务全系伪造，与江静慧无关。真相赤裸裸摊开在所有人面前。法官逐一核查证据，询问沈旭洲款项去向，他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破绽百出。庭审最后，法官当庭宣判：1. 驳回原告沈旭洲全部诉讼请求；2. 确认原告存在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伪造证据、恶意诉讼行为，原离婚判决有效，被告江静慧名下财产归个人所有，沈旭洲净身出户。3. 原告对被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4. 伪造证据行为，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法锤落下，尘埃落定。沈旭洲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他机关算尽，想讹钱、抢孩子、报复我，最后落得1分钱拿不到，倒赔5万，还要面临法律处罚的下场。走出法庭时，他死死盯着我，眼神阴鸷得像毒蛇。江静慧，你给我等着！我脚步未停，只淡淡丢下一句：我等着。
看你还能耍什么下作手段。我知道他不会善罢甘休，狗急跳墙，人急了，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做得出来。判决下来第3天，我送儿子上学，刚回到小区楼下，就被一阵尖锐的哭闹声拦住去路。花坛边坐着我那对前公婆，老太太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老头在一旁唉声叹气，看到路过的邻居就一把拉住，声音大得恨不得全小区听见。大家快评评理啊！我那个前儿媳江静慧心太狠了，抛夫弃家就算了，还把我们儿子逼得负债累累，告上法庭，教唆孙子不认爷爷奶奶，不让我们见孩子一面。我们老两口一把年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啊！围观的邻居越聚越多，有人指指点点，有人窃窃私语。不明真相的人看着2个老人哭得凄惨，真以为我是个十恶不赦的恶儿媳。我站在人群最后，冷冷看着。7年，我伺候他们吃喝拉撒，他们生病住院，我床前床后照料。内衣袜子我亲手洗了7年，厨房从不让他们沾手。他们说去旅游，我立刻转8000块基金，换来的是帮儿子隐瞒出轨，参加私生女满月宴，如今当众泼脏水，毁我名声。真心喂狗，不过如此。我没有上前争吵太掉价。对付这种泼皮无赖，最好的方式是当众扯下他们最后的遮羞布。我掏出手机，手指轻点，打开满月宴现场录音，按下外放。恭喜嫂子喜得2胎爱女。徐州去接我公婆了，一会就到。静慧，转我2万，老家亲戚生孩子要随礼。清晰的声音通过扬声器传遍整个小区，人群瞬间安静，随即炸开。我又点开转账记录，8000元旅游基金转给前婆婆的凭证，周文文260万返还流水。法院判决书首页清清楚楚写着沈旭洲伪造债务，恶意诉讼，净身出户。我把手机屏幕高高举起，对着所有人，声音平静却穿透力十足。大家听清楚，这是他们儿子出轨6年，在外办婚礼养私生女的录音，这是我给他们转的旅游基金，他们骗我去旅游，实际去参加私生女满月宴。这是法院判决，他们儿子伪造债务讹我钱，被判败诉赔偿。他们说我抛夫弃家，是沈旭洲婚内出轨，欺骗2个女人，是他们帮着隐瞒背叛，助纣为虐，不配当爷爷奶奶。我江静慧7年婚姻，问心无愧，倒是你们沈家骗我、坑我、利用我，现在还想污蔑我，坏我名声，真当我好欺负。话音落下，围观邻居彻底炸了。原来是儿子出轨，老的帮着瞒，太不要脸了，骗钱骗人，还倒打一耙。这种人家离了是福气。有人拿出手机全程拍摄，把录音证据2老撒泼的样子原封不动发到小区群、本地社交平台。不过半小时，沈家的丑事传遍整个片区，甚至被转到本地论坛首页。凤凰男出轨6年，父母帮着骗原配伪造债务起诉前妻，老两口小区撒泼被打脸，标题刺眼，点击量疯涨。前公婆脸色由青转白，由白转灰，被众人骂得抬不起头，想抢我手机，被我侧身稳稳躲开。怎么敢做不敢当，敢污蔑我，不敢让大家知道真相。2人彻底慌了，连滚带爬想逃走。我冷冷开口，声音不大，却让他们浑身僵住。你们再敢来我小区闹事，再敢污蔑我一句，我直接报警，告你们诽谤、寻衅滋事。他们吓得一抖，头也不回地跑了。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狼狈逃窜的背影，心头没有快意，只有一片冰凉。断一绝。不过如此，从他们选择帮沈旭洲骗我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再无半分情分。经此一闹，沈家彻底社死，走到哪都被人指指点点，熟人绕道走，亲戚避之不及。老两口不敢出门，整日躲在家里，昔日在小区里炫耀好儿媳的风光荡然无存。沈旭洲更是雪上加霜，法院判决的5万赔偿金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本就失业负债，被人追债追得不敢回家，如今还要赔钱，他彻底走投无路。他没脸再来找我，只能天天去纠缠周文文，在人家门口哭，说要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说自己知错悔改。周文文对他厌恶至极，拉黑所有联系方式，门锁换掉，半步不让他靠近。他只想带着女儿安安静静生活，再也不想和这个烂人有半点牵扯。沈旭洲找不到发泄口，整日酗酒，浑浑噩噩。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好老公、好爸爸、好儿子人设彻底崩塌，工作找不到，钱赚不到，亲戚朋友躲着他，父母怨他不争气，他亲手毁掉了2个家庭，欺骗了2个女人，最后落得众叛亲离，一无所有。而我和周文文却在慢慢向阳而生。我把所有精力放在工作和儿子身上，职位提升，收入翻倍，给了孩子安稳富足的生活。儿子阳光开朗，懂事听话，早已把沈家那些肮脏事抛在脑后。他只知道妈妈会永远保护他，爱他。周文文重新找了工作，稳定踏实，把女儿照顾得很好。2个孩子偶尔见面，像亲兄妹一样玩耍，没有大人的恩怨，只有纯粹的童真。我们2个女人没有被苦难打垮，反而在废墟里活出了更挺拔的样子。我们不恨了，也不怨了，只是彻底放下，向前走。没过多久，我听说沈旭洲找了一份最底层的体力活，收入微薄，勉强糊口，每天累得直不起腰，还要被人呼来喝去，再也没有当年销冠的风光。前公婆身体越来越差，高血压、糖尿病缠身，没人照顾，舍不得花钱请护工，只能互相搀扶着去医院。他们再也不敢提好儿媳3个字，
再也不敢说我半句不是。当初我伺候他们7年，他们弃如敝履，如今无人照料，才知道我的好。可惜太晚，他们也曾托亲戚来找我求情，想让我回去看看他们，帮衬一把。我只让亲戚带回一句话：当年的情分早已被你们的欺骗与背叛耗尽，各自安好，互不打扰。从此，沈家彻底消失在我的人生里。我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得珍惜我、尊重我的人。他温和、稳重、有担当，知道我的过去，没有半分嫌弃，只有心疼。他待我儿子视如己出，会陪孩子玩游戏、讲故事，会在我疲惫时递上一杯温水。他说：你受过的苦，以后都由我来补偿。周文文也遇到了真心待她的人，对方不介意她的过去，不介意孩子的身世，只爱她的坚韧与善良，愿意给她和女儿一个安稳的家。我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些黑暗、痛苦、背叛、伤害，终究变成了过往云烟。我终于明白，远离烂人，斩断烂事，才配得上更好的人生。你付出的善良与真心，从不会被辜负，只是要给对的人。而沈旭洲和他的家人，困在自己制造的深渊里，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机关算尽，最终落得一无所有，众叛亲离，晚景凄凉的下场。这世间所有的恶，终会自食恶果；这世间所有的善，终会得到温柔以待。傍晚，我牵着儿子的手，站在阳台上看夕阳，风很轻，天很蓝，远处万家灯火，温暖而明亮。手机里，周文文发来消息，说周末带孩子一起去公园野餐。我笑着回复：好。沈家彻底社死之后，日子安静的不像话。沈旭洲输了官司，不仅1分钱没讹到，还要赔我5万精神损害抚慰金。他本就失业负债，被这一笔钱压得更是抬不起头。听说他整日躲在出租屋里酗酒，不敢见人，不敢接电话，连催债的电话都能把他吓得浑身发抖。前公婆更是闭门不出，往日里在亲戚堆里炫耀好儿媳的风光荡然无存，走到楼下都被人指指点点，老脸丢得一干二净。他们再也不敢来找我，不敢提半句复合，更不敢提看孙子。我乐得清静，我把重心全放在儿子小宝身上。他渐渐长大，懂事明理，偶尔问起爸爸，我只轻描淡写说：爸爸有自己的生活，妈妈会一直陪着你。他从不哭闹，也不追问，似乎早就明白那个男人不值得我们再浪费一丝情绪。周文文那边也渐渐走出阴影，她换了新工作，收入稳定，把沈一欢照顾得白白胖胖。小姑娘眉眼精致，乖巧安静，谁见了都喜欢。周文文很少再提沈旭洲，提起来也只剩冰冷的厌恶。她告诉我，沈旭洲还在断断续续骚扰她，堵在她楼下发哀求信息，甚至跪在单元门口求她原谅，说要一家3口重新开始。我听了只觉得讽刺，当初骗婚、出轨、转移财产、伪造债务、抢孩子的是他，如今走投无路，想回头捡便宜的还是他。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周文文态度坚决，拉黑所有联系方式，换了门锁，搬家换了小区，只想彻底斩断和沈旭洲的一切牵连。他不止一次跟我说，静慧姐，我这辈子就算单身一辈子，也绝不会再碰沈旭洲这种烂人。我完全理解，我们都被伤透了，怕了，也清醒了，可谁也没有想到，压垮沈旭洲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负债，不是失业，不是众叛亲离，而是一个藏了整整几年的秘密，一个足以让他彻底发疯、万劫不复的秘密。那天是周末，周文文趁着沈一欢午睡，在家整理旧物，打算把没用的东西清掉，彻底告别过去。他翻到衣柜最深处一个上锁的木盒，那是他刚生下沈一欢时藏起来的，几年没打开过。他鬼使神差地打开了，里面没有金银首饰，没有贵重物品，只有一张薄薄的纸，亲子鉴定意见书。那是沈一欢刚满月不久，他瞒着所有人偷偷去做的。当年他和沈旭洲交往到第3年，两人大吵一架，冷战分手。那段时间他情绪崩溃，经朋友介绍，短暂交往过一个男生。没过多久，沈旭洲回头苦苦哀求，他心软复合，紧接着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心里一直不安，怕孩子不是沈旭洲的，于是偷偷取样，做了鉴定，结果刺眼的让他浑身发冷。依据 DNA 分析结果，排除沈旭洲为沈一欢的生物学父亲，不是他怀里抱着的沈旭洲宠了几年的大办满月宴的偷了我女儿名字与首饰的孩子，根本不是沈旭洲的亲生女儿。周文文当年吓得魂飞魄散，她怕沈旭洲知道后抛弃他们母女，怕自己一无所有，怕孩子从小没有父亲。她把这份报告锁进木盒，埋进记忆最深处，自欺欺人的过了一天又一天。后来得知沈旭洲早有家庭，结婚证是假的，她更是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再也不敢提起。她本来打算这辈子都不让第2个人知道。她把报告拿出来，指尖发抖，想直接撕碎，扔进垃圾桶，彻底销毁。就在这时，门被猛地砸响。文文，你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是沈旭洲，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来他的新住址，阴魂不散地找了过来。周文文慌了神，下意识把亲子鉴定报告随手放在客厅茶几上，快步去开门。他只想把他赶走，不想和他有任何纠缠。门一打开，沈旭洲一身酒气，头发凌乱，眼底布满红血丝，像一头走投无路的野兽。他已经被负债、败诉、社死逼得濒临崩溃，只剩下最后一点执念，抓住周文文和沈一欢，抓住他仅剩的体面。文文，我们和好吧。他抓住周文文的手腕，语气卑微又疯狂。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好好赚钱，好好对你，好好疼女儿，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周文文用力甩开他的手，厌恶的后退。沈旭周，你滚！我和女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再纠缠我们。没关系。沈旭周红着眼嘶吼：易欢是我女儿，是我沈旭周的女儿，你不能这么对我。他说着就想往屋里冲，想去抱午睡的沈一欢。周文文拦在门口，死死抵住：你别碰我女儿！两人拉扯间，沈旭周的目光不经意扫过客厅茶几，那张薄薄的亲子鉴定报告赫然入目。他脚步一顿，心里莫名一紧。他甩开周文文，大步走到茶几前，弯腰拿起那张纸。一开始他只以为是普通的体检单、疫苗本，可当他看清标题那一行大字时，浑身血液瞬间凝固。亲子鉴定意见书，被鉴定人1沈旭周，被鉴定人2沈一欢。鉴定意见排除沈旭周为沈一欢的生物学父亲，排除生物学父亲不是。短短几个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进他的眼底、骨髓、灵魂里。他僵在原地，双手剧烈颤抖，纸张被他捏得皱成一团。他一遍又一遍地看，一遍又一遍地确认，眼神从疑惑到震惊，到不敢置信，再到滔天的愤怒与羞辱。6年，整整6年，他婚内出轨，抛弃妻子，欺骗我这个原配，欺骗周文文这个小三，伪造外派，常年出差不回家，把夫妻共同财产几百万转移出去，大办婚礼，大办满月宴，偷我未出生女儿的名字，偷我儿子的护身金饰，顶着所有人的骂名，众叛亲离，失业负债，就为了这个女儿。他做梦都想要一个女儿，他以为自己得偿所愿，结果呢，他养了整整几年的女儿是别人的种。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冤大头，做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假父亲美梦。周文文看着他的表情，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直到再也瞒不住了。沈旭周，你听我解释。沈旭周猛地抬头，眼神狰狞的吓人，五官扭曲，像疯了一样。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嘶吼，声音嘶哑破碎，震得整个屋子都嗡嗡作响。解释什么？解释你背着我找别的男人，解释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是别人的野种。他歇斯底里，状若疯癫，抓起桌上的水杯狠狠砸在地上，砰！玻璃杯碎裂，水花四溅。午睡的沈一欢被巨响惊醒，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周文文又心疼女儿，又害怕眼前发疯的男人，下意识冲向卧室，把女儿抱在怀里，紧紧护在身后。沈旭周，你冷静点，我当年也是被骗的。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有家庭。我短暂交往别人，是因为我们分手了。我不是故意骗你。不是故意。沈旭周狂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笑得比哭还难看。你不是故意骗我，那谁是故意的？江静慧吗？还是我自己？我为了你，家没了，工作没了，钱没了，名声没了，父母被人戳脊梁骨，我什么都没了，我就剩这个女儿了。结果你告诉我，她不是我的。他双目赤红，冲向周文文，伸手就要去抢他怀里的沈一欢。把她给我，我要去再做鉴定。我不信，我绝对不信。周文文吓得魂飞魄散，死死抱住女儿，退到墙角，浑身发抖。沈旭周，你别过来，你再闹我报警了。报警？沈旭周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你骗我养别人孩子这么多年，你还敢报警？今天我非要把话说清楚，非要讨个公道。他彻底失去理智，抓起客厅的凳子、摆件、相框，不管不顾地往地上砸。砰！哐当！哗啦！碎裂声、嘶吼声、孩子的哭声混在一起，刺耳又恐怖。整个屋子一片狼藉，像被洗劫过一样。周文文看着眼前这个面目全非、疯狂施暴的男人，心寒到了极点。他不再犹豫，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指尖按亮屏幕，毫不犹豫按下了110。喂，警察吗？我要报警，有人在我家里寻衅滋事，打砸物品，恐吓我和孩子，地址是……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沈旭周猛地顿住，他看着周文文手里的手机，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可很快又被疯狂覆盖。你敢报警？周文文，你敢报警抓我？他冲过去想抢手机，周文文抱着孩子侧身躲开，声音冰冷而坚定：沈旭周，你已经疯了，你再闹，后果自负。几分钟后，尖锐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划破小区的宁静。2名民警快步上楼，推开虚掩的房门，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住。地上全是碎裂的玻璃、陶瓷、木质碎片，家具东倒西歪，墙面被砸出痕迹。沈旭周站在狼藉中央，头发散乱，衣衫不整，浑身酒气，眼神癫狂。周文文抱着哭泣的孩子缩在墙角，脸色惨白，吓得浑身发抖。谁报的警？发生什么事了？周文文立刻开口，声音带着哭腔，却条理清晰：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这个人叫沈旭周，他多次骚扰我，今天强行闯入我家，发现一份亲子鉴定，知道孩子不是他亲生的，就开始发疯打砸东西，恐吓我和女儿。民警立刻上前，控制住情绪激动的沈旭周，他挣扎着，嘶吼着，脏话不断，状若疯狗。我没有闯入，她是我女人，孩子是我养的，她骗我，她骗了我这么多年，我为她什么都没了，她居然给我养别人的孩子。民警皱紧眉头，厉声呵斥：安静，不许吵闹，跟我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我不回去，我要讨公道，我要让他付出代价。沈旭周拼命挣扎，甚至试图挣脱民警的控制，冲向周文文。民警见状不再客气，直接拿出手铐，咔嚓一声，冰冷的金属扣在他的手腕上。那一刻，
沈旭洲整个人僵住，疯狂的嘶吼戛然而止。他低头看着手腕上的手铐，眼神一点点空洞，一点点死寂。他这辈子好面子，爱装体面，一直以成功男人、好老公、好爸爸自居。可现在他戴着手铐，像个罪犯一样被当众带走，打砸他人财物，寻衅滋事，恐吓妇女儿童，证据确凿。民警现场拍照固定证据，询问周文文相关情况，登记物品损失。周文文抱着孩子，眼眶通红，却异常冷静地把沈旭洲多次骚扰、强行闯入、发疯打砸的全过程一一说明，并提交了他之前发的威胁信息、楼下监控截图，一切清清楚楚。民警当场告知：沈旭洲，你涉嫌寻衅滋事、故意损毁财物、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现依法对你作出行政拘留10日，并处500元罚款的处罚。那不是沈旭洲吗？之前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个渣男，怎么被警察抓走了？又犯什么事了？听说他养的女儿不是他亲生的，发疯去人家家里砸东西。真是报应啊！骗了2个女人，最后养了别人孩子，活该。议论声像针一样扎进沈旭洲的耳朵里，他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像一只丧家之犬被押进警车。警笛响起，车子缓缓驶离。周文文站在窗边，看着警车消失在拐角，紧绷的身体终于松垮下来，眼泪无声滑落。他不是难过，是解脱。那个困住他几年的谎言，那个毁了他几年的男人，终于彻底离开了他的人生。沈旭洲被拘留的消息是周文文当天晚上告诉我的。他给我打视频电话，眼睛红红的，却带着一种卸下重担的轻松。他把家里的狼藉、亲子鉴定的真相、沈旭洲发疯的全过程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我。我听完沉默了很久，没有惊讶，没有愤怒，没有幸灾乐祸，只有一片平静的可怕的淡然。你没事吧？孩子没吓到吧？我只问了这一句。我没事，一欢哭了一会儿，现在已经睡了。周文文轻轻摇头。静慧姐，我知道这件事很荒唐，我也有错，我瞒了这么多年。这不怪你。我打断他，语气平静。错的从头到尾都是沈旭洲，是他先出轨，先欺骗，先伪造婚姻，先转移财产，先把我们2个人都拖进地狱。你也是受害者，不必自责。周文文眼眶一热，眼泪又掉了下来。我们2个在这场荒唐的骗局里都伤痕累累，却始终没有互相伤害，反而彼此支撑。我轻声安慰他。都过去了，以后你和女儿好好过日子，再也不要和沈家有任何牵扯。我会的。他用力点头，挂断电话。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夜色，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沈旭洲的结局，早在他出轨背叛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他机关算尽，欺上瞒下，骗原配，骗情人，骗父母，骗亲戚，骗同事，活在自己编织的虚假人设里。他想要钱，想要名，想要儿子，想要女儿，想要2个女人都为他付出。结果呢？钱没了，名臭了，儿子不认他，女儿是别人的，家庭碎了，工作丢了，名声烂了，父母被他连累射死，抬不起头，自己落得行政拘留，众叛亲离，一无所有。真是应了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没有丝毫同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所有的痛苦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10天后，沈旭洲拘留期满，被放了出来。短短10天，他像是老了10几岁，头发花白了大半，脊背佝偻，眼神呆滞，面色蜡黄，浑身散发着颓废与绝望，再也没有半分当年的意气风发。他走出派出所，没有回家，第一时间想去周文文的住处，可他到了小区才知道，周文文早就彻底搬家，换了城市，换了手机号，注销了所有社交账号，彻底消失在他的世界里，不留一丝痕迹。他站在陌生的小区楼下，茫然四顾，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想找我，想求我原谅，想求我让他见儿子，想求我给他一条活路，可他连我住的小区门都进不去。物业早就认得他，知道他的烂事，直接拦在门外，连登记都不让。他只能跪在小区门口，像条狗一样苦苦哀求，痛哭流涕。江静慧，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出来见我一面好不好？看在儿子的份上，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好好做人，我好好弥补你们。路过的邻居看到，只觉得恶心，纷纷绕道走。有人拿出手机拍摄，发到网上，再次让沈家的丑事火了一把。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出门，保姆下楼买菜回来告诉我，她在门口跪了整整3个小时，最后被保安劝走。我只淡淡嗯了一声，继续陪儿子拼积木。无关紧要的人何必再浪费情绪？沈家彻底崩塌了。前公婆得知沈旭洲养了假女儿，被行政拘留，彻底身败名裂的消息，急火攻心，一病不起。2个人先后住院，没人照顾，没钱请护工，只能互相搀扶，端水喂药，艰难度日。他们曾经被我伺候7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病住院我床前床后照料，内衣袜子我亲手洗，厨房从不让他们沾手。他们弃之如敝履，帮着儿子欺骗背叛，助纣为虐。如今无人照料，无人问津，受尽冷眼，这就是他们的报应。亲戚们彻底和沈家断绝往来，怕被连累，怕被缠上。朋友绕道走，邻里看不起，曾经热闹的家门，如今门可罗雀，死气沉沉。沈旭洲找不到工作，没人敢用一个出轨、伪造债务、寻衅滋事、身败名裂的人，他只能打零工，
搬砖、送货、发传单，干最累最苦的活。他每天活在悔恨、羞辱、绝望里，酗酒更凶，精神越来越恍惚，整个人彻底垮了。他再也没有资格当父亲，没有资格当儿子，没有资格当一个正常人。沈家在泥潭里越陷越深，而我和周文文却一步步走向光明。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儿子，他健康快乐成长，性格阳光开朗。我的工作一路上升，手里有存款，名下有房产，经济独立，精神自由。我开始健身、阅读、旅行，把曾经亏欠自己的一点点补回来。周文文也彻底开启了新的人生，他带着沈一欢去了一座温暖的小城，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店，日子安静而美好。两个孩子偶尔视频通话，像亲兄妹一样嬉笑打闹。我和周文文偶尔联系，互相分享生活里的小美好，彼此祝福。我们都从那场黑暗的骗局里走了出来，活成了更挺拔、更清醒、更强大的样子。我们没有被苦难打垮，反而在废墟里开出了最漂亮的花。后来我偶尔会听亲戚提起沈旭洲的近况，他依旧穷困潦倒，前公婆身体越来越差，常年卧病在床，无人照料，晚景凄凉。他们一家三口困在自己制造的深渊里，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曾经拥有过真心孝顺的我，拥有过安稳幸福完整的家，拥有过被人羡慕的生活，可他们偏偏不知足，不珍惜，恶毒，亲手摧毁了一切。我站在阳光下，牵着儿子的手，身边是爱我的人。我再也不会想起沈旭洲，再也不会想起沈家那些烂人烂事。我的人生从此只有平安喜乐，只有向阳而生。往后余生，我和我的孩子和爱我的人安稳度日，岁岁欢喜。至于沈旭洲，他的假父惊梦，他的疯癫终局，他的万丈深渊，都与我无关。